嗨，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 欢迎大家又来收听我的视频播客。今天呢，其实我有2个话题想跟大家讲，一个是叫啥，都是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的一些感想。一个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你发生了一些坏的事情，你当时以为觉得很糟糕，但是谁知道呢，是为后来的好事做铺垫这样子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认知的不同会对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对待事件和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这是2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说的。我打算录2个视频来着。如果大家对哪个感兴趣的话，大家看一下我这期讲的什么内容，可以再注意一下另外相对应的一个视频，好吧？那我就先说认知的不一样吧 ，perspective 的那个 perception， 就是认知的不一样，真的会导致你整个人的世界观和首先是你对待一件事情的看法的不一样，然后积少成多的会导致你整个人的世界观完全就不一样。这个也不是感悟了，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就很觉得的事情，但是最近呢，因为一些事情会让我更加加深了这个感悟，就是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他们是情侣，然后那个男生我非常非常非常了解，就是了解的不能再了解那种的。他们就男生和女生的感情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知道那个男生是非常喜欢，还是就非常喜欢那个女生，对那个女生有感情的。虽然那个男生冷暴力人家，然后就对待人家态度很糟糕，但是我知道那个男生打心里是很在乎女生的。但是女生毕竟被他冷暴力了这么久就已经对男生失去了信任。他们2个很搞笑的，就是大家都互相喜欢，都是 deep down inside 就都是很在乎对方，很喜欢对方，但是表面上就是冷暴力啊、冷战啊，谁也不说话呀，就只是这样过日子而已。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她做梦见那个男生出轨了，还很生气的，在梦里面很生气的质问我说为什么我知道还不告诉他。然后他生气的点不是出轨这件事情，是我知道了我没有告诉他。然后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微信了，很生气的微信我。我当时打开微信我都蒙圈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开玩笑的跟他说：“呀，你做梦而已嘛，男生他的爱好只有什么什么什么啦，他的女朋友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他的爱好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就开玩笑这样说嘛，就是不知道咋说，因为男生身边的那些猪朋狗友全部都是玩咖，全部都是海王，全部都是渣男，无论是有家庭的还是没有家庭的。然后女生就说你说男生靠近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对不对？但是身边都是这些猪朋狗友谁知道会不会是不是？然后我想说，人家要是想干嘛的话，他早就干嘛，要等到现在。而且女生真的是，我特别讨厌她这个，就是我已经说了1000次10000次，但是她不相信，还是不相信。那我觉得，那你到底要我说些什么？你就是只想让我告诉你答案对，他出轨没有？可是没有他就是没有你想，你问1000次，问10000次，他就是没有，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我说来说去说的都不是你想要那个答案，那你要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导致我每次他有一些怨气或者什么要吐槽的时候，我都是远离他，不要约我，我都是装没空，就平时普通偶尔的吃饭去玩乐，这样是可以。但是一旦我察觉到他有这种怨气要开始来了，那我就是不要搞我，我很忙，我也没有空。就从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有觉得说，就是其实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
观点嘛，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我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没有证据的一件事情，往坏了去猜测就是真相，往好了去猜测就是妄想呢？这同样是都是没有证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坏的就一定是真相，好的就一定是妄想？就很神奇，很奇怪，你们知道吗？就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怀疑某件坏事要发生的时候，你会很笃定，哦，这件坏事一定要发生了。但是当你去就是做梦做白日梦那种感觉，或者说你也是只是揣测猜测一件好事好像要发生了，然后你说，哎，怎么可能？妄想而已啊，做梦而已，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我想说，可能不代表全部人，但是我敢说，超过半数，超过50%的人，可能都是有这种想法的。我也是，我是很早之前我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了，我是有意识的去改变我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去改变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就是很奏效啊，就是非常奏效啊，就是你的人生开始变得顺畅很多。就是当你的想法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也会跟着一起改变。就是不是说什么唯心主义啊什么的，虽然我是唯心主义，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是唯物主义的，就不信这些东西。但是我想说，就是单纯的改变一个观点而已，就同样是没有证据的，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呢？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我不是不理解，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有过那样子的阶段，但是我真的是十分的恨铁不成钢，你们明白吗？就是当你是有选择的，你是永远有选择的，去选择你自己好的想法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往不好那方面去拖呢？就为什么一定要硬拽着自己去往不好的那方面去想呢？ I don't get it。 没苦硬吃吗？为什么啊？这个就是苦吃的不够多是吧？我就觉得，而且很大的原因我知道是因为大家的成长的环境啊，就各种现实的因素会导致你有这种被害者思维，非常能理解。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拖进那个被害者的这个陷阱，这个被害者的思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去选择好的想法的，对不对？反正我就是每次啊，我就被那个女生也弄得很焦虑，知道吗？她的负面情绪，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就是扑面而来，这真的是扑面而来，你知道吗？就我对这种 aura 啊，这种氛围啊，这种东西很敏感，就是我能很轻易的就察觉到你不对劲，你情绪不对劲，你的气场不对劲。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永远是有的选择的，就是好像谷爱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她是谁，就是很出名的一位自由式滑雪的奥林匹克金牌得主，女性的。得到这个项目金牌最多的一位运动员，非常的了不起。他也说过，他觉得很幸运，我原话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意思哈。他觉得他很幸运，他能够去选择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去选择什么东西，他能够去选择自己去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觉得他很幸运，而且这个是科学，脑科学哦。就虽然我觉得它也是唯心主义一些东西，一些玄学的东西，但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脑科学这样子。对，我就想说，大家遇到一件事情，它可以有往两个方向走的时候，不妨去稍微控制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往好的那方面去想，就算。毕竟都是没有证据的事情，为什么不呢？为什么就不能往好的那方面去想了，对不对？就算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东西，那你往坏处想，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是吧？对，最近天气很反常，我前几天在跟大家穿短袖的，今天又穿上这件毛衣了。怎么是？我觉得这是灯光的问题，对不对？对，显得我好胖。怎么显得我双下巴都出来了？
就这样子吧。就是对这个话题，我大概就想跟大家说这些吧，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就是不单只是那位女生，而且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也是被这种受害者的思维给困住了。他不是感情方面的问题，他是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迷茫。他觉得好像每一年都是这样子，一年一年又过去了，好像自己又没有什么长进，事业又没有什么长进，好像自己的人生就看到头了，就很焦虑啊什么的，blah blah blah。那我想说，你这样子老是就想着这一个方面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去想一些好的方面的东西呢？就你这样子，这种想法根本帮不了你什么东西，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去想呢？我知道很多可能心理疾病的朋友们有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这个我真的也不能多说些什么东西，毕竟我自己曾经也是深受焦虑的一个困扰，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只能说，大家积极的去寻找药物治疗，对，这一定会有好的一天的，一定会，一定会。然后就尽自己所能的去更加积极的去思考问题，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它是我发现很多事情它真的是有两面性，就是它有好的坏的一面。但是很多人就比如不是说你选择想法，就是很多事情它也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比如一杯水，就这个很老的一个故事，一杯水它只有一半，那负面想法的人他说这杯水只剩下一半了，怎么办？有积极想法那些人他就这杯水它还有一半呢，我还能有一半喝耶。就是一件同一件事情的积极的思维和负面思维的这些人，他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你的想法会去创造你的人生，你有积极的想法，你就会往积极方面的东西去靠拢，你就会不停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机会。你带着负面的想法自怨自艾，那永远只会选择一些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和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和决定。我做过一些研究啊，就是大家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就不停的反刍自己的这些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去选择一些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其实是因为你的一些旧的思想形成了就是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啊，你的一些行为模式啊，你家庭的一些原因，会让你形成了一个很固定的、很固有的去对待这个世界的一套模式。你怎么去对待人，怎么去对待朋友、亲人啊、陌生人、同事、老板，都是有一套自己已经很固定的一套流程。而这些呢，都是你过去的一些经历所形成的。这可能就是你的三观。那这些你过去的经历一旦是不好的，那就会导致你一次又一次不停的重复的陷入那个旧的选择里面去，即使这个是一个坏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喜欢舒适，它喜欢待在舒适圈，即使它这个是不好的决定，但是因为大脑觉得这个很熟悉，这个很舒适，是我可以应对的一个东西，他就会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去选择同样的一件东西，即使这个东西他知道它是对你不好的，他也会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去选择。那我们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走出这个怪圈的，但是你不要被你的惯性思维所打败。你的惯性思维肯定是会一次又一次的把你拉进那个怪圈，让你去重复你以前不愿意待的那个痛苦的循环里面。但是你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不停的打破，去走出这个怪圈，这是需要你的毅力和你的勇气吧。我觉得是走出舒适圈绝对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勇气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品德，没有之一。勇气 courage 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品德。说着说着好像又很煽情了。
对，这个是我对，反正就是对这个一件事情有两面性的一个看法吧。就是一个人他有正面和负面的想法，一件事情他有正面和反面的看法，其实全是看你本身去怎么做出这个选择而已。但是这个选择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会被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和行为模式所困住。你会不停，只要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就会不停的去重复这个困境。就好像有些人他的恋爱模式是不停遇到渣男，不停的遇到渣男，分手了又遇到，分手了又遇到，又或者说他是一个很心地很善良，很会照顾人的，但是他就会不停的遇到一些吸血鬼，这个分手了，下一个又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已经固有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以及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套固有的这种模式所导致他不停的做出同样的选择。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不会去打破这个怪圈，他就是一辈子都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说的很绕，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的点？但是对吧，我觉得这点大家真的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的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要说的太沉重，好像又有煽情有点沉重，大家当个段子来听吧。就是也是我最近想要吐槽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女生把我弄得有点焦虑，每次都是每次她关于这个问题要跟我吐槽，我的这个焦虑马上就要爆炸，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我不喜欢做情绪垃圾桶，而且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问题，她都不满足，那还要我怎么样呢？对不对 ？OK。那这个就是我的2个灯我没开，没事，下个视频我开好吧，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了，希望大家听到有所收获吧。我觉得是我好像一直有多多少少都有在我不停的不同的视频说过这个观点，但是好像没有真正的说特地的找一个视频来说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多要讲的，但是好像涉及到一些玄学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点反感？好吧，那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了。那如果大家想看另外一个话题的话，那看我哪个视频先出大家就期待，反正就是 back to back 接着来播出的。好吧，那就是今天的视频咯，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